跟我進去，衣服換不好，別給我出來！我又何尝不想穿得漂漂亮亮體面些呢？可我身上這套運動服真的是我衣櫃裡能拿得出最好看的一件衣服了。4年前，自幼被拐的我終於回到了父母的懷抱。時隔15年，您終於找到被拐的親生女兒，請問沈總現在作何感想？非常感謝媒體和好心人的幫助，終於讓我找回了我的親生孩子。我发誓，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好好的補償我的女兒，絕對不會讓她受到一丁點的傷害。那一刻，我曾以為自己會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。爸媽第一時間帶着我見了他們收養的女兒。諾諾，我們把姐姐找回來了。姐姐，他們給她用了曾經屬於我的名字沈墨。快去認識一下你妹妹。她用着我的名字過着我的人生。快去呀！去呀！姐姐，我之前老聽爸媽提起你。卻容不下我的存在。姐姐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我只是想要有個家呀。諾諾，諾諾，父親，沈若，她是你妹妹啊！你怎麼這麼狠心呢你？你沒事吧？我看受傷沒有？來來，坐坐。休息。為了安撫妹妹，爸媽答應她繼續用沈諾這個名字，而我只能改名沈若。從今天開始，你就叫沈若了。爸知道你嫉妒你妹妹，但是畢竟她從小跟着爸爸媽媽一起長大的，爸希望你和妹妹能和睦相處。我沒有。好了，回家吧。本以為將名字讓給她，我會真的重獲安寧。沒想到，那竟是我步入地獄的開始。小諾，快看！起初遇到沈諾任性妄為的時候，他們還會跟我商量，讓我讓着他。小若，這是爸媽特意為你精心打造的公主房，喜不喜歡？姐姐真是好福氣，只有沈家的親生女兒才配擁有這麼好的房間吧。沒關係，爸媽，我知道我只是個養女，不應該有這種奢求。可是爸媽，我求你們別把我趕出去行嗎？諾諾，爸媽怎麼會能趕你走呢？是啊，諾諾。爸媽，你們不能因為她沈若是你們的親生女，就對諾諾厚此薄彼。我同意。哥哥，我不想讓爸媽為難。諾諾，這怎麼是為難呢？這本來就是你應得的。是啊，諾諾，從小到大，爸爸媽媽最愛的就是你。小若，你是姐姐，應該讓着點妹妹，這樣好不好？爸媽以後再給你打造一個比這個更大、更漂亮的房間，好不好？後來，他們的商量變成了命令，我的全盤接受也變成了習以為常。諾諾，爸，是啊，哎，你們好，爸爸接你去補習班。爸，我同學他们都跟我一個補習班，你能順路送送他們嗎？當然可以，來上車。謝謝叔。爸，小若，你爸，我補習班都要遲到了，你快走吧。哎來了，那個小若，爸爸先送你妹妹，等會兒過來接你，等我啊。爸。對不起，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。對不起，
您拨打的電話已關機。同学打车吗師傅，去天燕別墅多少錢啊？200。師傅，我錢不太夠，能不能便宜點？沒錢你打什麼車？浪費我時間。師傅，師傅，來吃飯了。媽媽做飯真好吃。哎，再嘗嘗這個。我回來了。下這麼大的雨，你怎麼不知道打車回來？該不會是故意在人面前賣慘求關注吧？哎，我說你小小年紀，你心思怎麼這麼密？媽媽，哥哥，你們就別說姐姐了，可能她就是在鄉下住慣了，還不適應城市的生活而已。你妹妹感冒了，你趕緊進去收拾乾淨再出来，別把涼氣勾給她。快去！那是我第一次清楚意識到，自己根本融不進這個家。來，再吃個蝦，吃蝦對身體好。媽，我還想吃排骨。諾諾呢，從小被我們慣壞了，你這當姐姐的應該讓着她。這最後一塊排骨呢，就給諾諾吃。來，這兒有蝦，你吃蝦。我對蝦過敏。過敏呢？過敏你怎麼不早點說呢？連沈諾不吃生薑都要一根一根的挑出來，卻不記得我吃蝦也會有生命日期，讓着妹妹似乎變成了我要一輩子遵守的規則。明天就要考試了，他們應該帶着沈諾出去吃大餐了吧？乖女兒，爸爸這次是特地趕過來陪你參加高考的。是啊，諾諾，這次有了咱們全家人給你助力，一定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學。妹妹，哥哥相信是最棒的。謝謝爸爸媽媽，哥哥，我一定會加倍努力，爭取考個今年的狀元，為咱沈家爭光。我就說嘛，咱諾諾呀，一定是我們沈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了。就是，走，回家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在吃剩飯呀？這要是讓爸爸看到了，還以為我們在虐待你呢。你這是故意算着你爸回來的時間，還穿着你這身破衣服，在這裝可憐，裝我的裝是不是？媽，我沒有，我就是太餓了。你餓？那我們剛剛出去吃飯的時候，你為什麼不跟着？現在偷偷跑出來吃剩飯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什麼？你說說，你都回來多長時間了，還把你農村那些臭毛病給我帶回來，故意處處跟我們作對，讓我們丟人。哎呦，還沒說你兩句就開始裝病是吧？沈諾，我說你怎麼這麼多小心思？行了，都少說兩句。小若，你不要生你媽媽的氣。你媽這個人呢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看，她還特意叮囑我給你買了禮物。小若啊，感情是需要慢慢磨合的，畢竟你回来時間太短。你媽這個人的性格又比較強勢，所以生活中難免有些矛盾。不過以後慢慢就會好了。來，爸爸給你戴上。4年時間我都融入不進這個家，以後就能好嗎？可我已經沒有以後了。爸，我想跟您說件事兒。你說。您等我一下。好。
你说你怎麼那麼偏心，送給沈若那麼好的鐲子，我們家諾諾呢？那是自然，咱們家諾諾當然是最好的。这是之前諾諾相中的那款跑車，下了飛機，爸爸第一時間到 4S 店預定了。怎麼樣，喜歡嗎？喜歡，謝謝爸爸。這還差不多。諾諾，這次考試要好好加油，為咱沈家爭光。哎，小若，你剛才要跟我說什麼來着？還在這給我站着，趕快给我滾回去睡覺，別在這打擾我們諾諾休息。行了，少說兩句。小若，不管有什麼事，等明天考完試再說。不早了，都早點休息。偏心的人永遠不會承認自己偏心，只會指責你懂點事兒，再懂點事兒。可我還不夠懂事兒嗎？而我的懂事又為我換來了什麼？您這情況還是讓家長過來一趟吧，有些事還是得跟家裡人說清楚。醫生，你有話可以直接跟我說，我爸爸他們忙，抽不開身。你这肾衰竭的指標已經達到臨界值，身體各項機能都在快速下降。那我還能撐到畢業嗎？姑娘，你也別抱太大希望，最多也就這幾天了。明天就要考試了，再堅持一下，身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還不想死了。今天就考試呢，怎么還不起床？這麼熱的天，管那麼嚴實，甩臉色給我看是不是？耶，拿你的前途給我賭氣呢！老娘拼了命的把你生下來，我這還生了一個仇人呢！我媽媽，我早飯呢。哎，媽馬上就來啊！老娘今天沒空搭理你，你愛死不死？哼，有本事啊，你今天別去考試，死丫頭！呸！媽來啦！姐，來了。小姨，你怎麼來了？這兩個孩子不是今天高考嗎？我去求了2個文昌符，圖個好彩頭。來，謝謝小姨。哎，小若呢？這丫頭正給我鬧脾氣呢，到現在都沒起床，幹嘛什麼事情都磨磨蹭蹭的，一股小家子氣，一點都不像我們家的人。孩子努力了這麼多年，為的就是今天這一天，他不會這麼吝嗇的。哼，他這故意挑今天的日子，就是想觸摸我眉頭唄。我說你看看，小若，小若，小姨進來啦。小若，別睡了，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不能遲到的。小若，你的教養被狗吃了嗎？長輩在這跟你說話的，你連床都不起，真不知道那些鄉下人怎麼教育你的。是不是生病了？小若不是這麼沒教養的孩子，蓋這麼嚴，不會發燒了吧？你別管他，這麼大人了，自己生病就不會說嗎？就讓他自己在這給我作。他要是趕不上考試，就滾回鄉下給我種地去。姐，別這麼說小若，我看他骨頭到底有多硬，能撐多久。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嗎？趕緊走吧。小若，小姨祝你金榜題名。放那就行，走了走。
諾諾，考得怎麼樣啊？挺好的呀，應該沒什麼問題。我就說嘛，咱們諾諾一定能考上清北，說不定啊還是個狀元呢。哥，還沒考完呢。就算是没考完，咱們家諾諾呀，一定考得也不錯。就是嘛，諾諾，你也太謙虛了。等你考完，哥一定风风光光的給你辦個升學宴，讓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妹妹啊有多優秀。爸已經訂好了機票，等你考試完，咱們一家直接去馬爾代夫旅行。真的嗎，爸爸？太好了！哎，小若呢？也不知道她考得怎麼樣。管他幹嘛？這個沒出息的死丫頭，她就算再怎麼考，也只能考個專科，怎麼能跟諾諾相比呢？就是，嘿嘿。諾諾學習不錯，將來是要穩穩當當考公的人。平時你多注意你的言行舉止，別平白無故害了你妹妹的前途。看看你，一進家裡就給我躺床上睡覺，豬都比你有精神。再看看諾諾，只要一進家門就進房間複習，人家就是奔着光明正道去的。你看看你，成績爛得底兒朝天，還懶得跟個蛆似的。說你的沒聽到啊？这什么味道？这怎么那么难聞？是不是又沒洗澡？你說說，你都回家多長時間了，還不記得每天洗澡？真是氣死我了！農村婦女的這種毛病，你什麼時候才能改掉？你能不能以後不要在我們沈家丟人？你这屋子，我必須拍個視頻發個朋友圈，讓他們那幫朋友看看咱們高冷女神的另一面。我想你不准發，你給我刪了，刪了。哎呦，这什麼味兒啊，這麼臭！小若小姐，你在屋裡嗎？小若小姐，你應一聲啊！這該不會出什麼事兒了吧？這，哎呀，爸爸媽媽哥哥，諾諾，諾諾，我們的準大學生回來了。恭喜我們家諾諾順利考試結束，這個花配我姑娘正好。謝謝媽媽，寶貝辛苦了。那咱們走吧，直接去機場。姐姐呢？這次旅行她不跟我們一起嗎？我給她打了幾個電話，她都沒接，估計還在跟你媽鬧脾氣呢。要我說啊，就是把她給慣的了，你就晾她幾天，你看能變成到什麼時候？姐姐也真是的，媽媽明明都是為了她好，還是我們家諾諾最懂事。那個沈國呀，要是你一半乖呀，媽也不至於這麼操心了。不提他了，咱們帶着諾諾好好出去散散心。走吧，別誤了航班。張阿姨，怎麼了？夫人，你能不能回來一趟？我擔心小若小姐，她可能出事了。什麼？怎麼了？張阿姨打來電話說，諾諾把自己反鎖到房間裡，怎麼叫都不願意出門。他能有什麼事兒？無非就是裝模作樣耍脾氣了。難道他沒去考場？他去不去又能咋？就他那腦子，你到了考場也是給咱們沈家人丟臉。我已經叫了開鎖公司了。那咱們趕緊回去吧。哎，爸，他都多大人了，難不成自己還能在房間裡憋死啊？你這混小子，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呢？姐姐也許還在怪媽媽吧。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，我看見她了。我問姐姐要不要一起去考場，結果她凶巴巴的對我說別管我，然後就自己回房間了。什麼？看我說的啥？他就是上不得台面的野丫子。這個你竟然在這個關鍵眼上給我鬧事，
沈家怎么出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？回头非好好收拾他不可。沈若，你还赖着不去考场？你要是想靠装病来博取爸妈的同情，那我劝你别做梦了，他们只会越来越討厭你。沈若，你听见沒有？好，既然你不想考試，那我就整你。姐姐这么做，可能也是为了获得爸爸妈妈的关心。简直就是胡鬧！如此重要的时刻，岂容他這麼兒戲？算了，反正他就是個廢物，考不考都無所謂。哼，就是。還好我們家諾諾正氣。哎，趕緊走吧，路上很堵，飛機可不可能？對，走，好，下車。好了，謝謝師傅。喂，夫人，小柔小姐的房門終於……張媽，你不要管沈若，讓她自己在房間裡反省。可是小柔小姐屋裡……別再多嘴，做好你分內的事，再多管閒事我就開除了你。好吧，夫人。這怎麼住人呢？發現了。不要問。哎，沈先生、沈太太，你們可算是回來了。哎，我說你們物業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們一家人好不容易出去度個假，就因為這點事把我們叫回來，真欠土。就是，我女兒剛考試完，等着出去放鬆呢。有什麼事兒不會等我們度假回來再說。實在對不住啊，沈太太，可這事我們也沒辦法呀。你聞聞你們家這味兒，比茅房還臭，你還好意思到外邊逍遙？你這人說話怎麼這麼難聽啊？來，你聞聞，整個別墅區都彌漫着你們家的餿臭味兒，你還好意思在這兇？肯定是沈若那個喪門星搞的鬼。沈若從農村回來帶了這些臭毛病，從來都沒改過，一天不幹正事就給我添亂，氣死我了！別吵了，趕緊開門進去看看吧。沈若這個畜生，我就是養條狗也衝我搖搖尾巴，這一天到晚就知道跟咱找事。沈若，你在屋裡搞什麼鬼？趕緊給我滾出來！你們快看，那地上那是什麼東西啊？這太惡心人了吧！我就是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怎麼會這樣？我的女兒不會有事的，不會有事的。諾諾，小亨，讓他們都出去！快出去，別看了！出去啊！等等，我們接到報案說你們家裡發生了命案，按照法定程序，我們需要對現場進行封鎖，並開展採樣工作，請你們配合。檢查得知，死者是我們的親閨女，她天天都在我們眼皮子底下，一舉一動我們都看着，不可能是他殺，絕對不可能！我現在就聯繫殯儀館，把人拉走火化，使得你們警方再分析調查。既然你說天天都在你們眼皮子底下，那為什麼人死了幾天了，你們居然都沒有發覺？就是，人臭了都不知道，也不知道父母到底怎麼當的。哼，這話說的，晚幾天呀，被蛆蟲捅的骨頭渣都不剩了。這孩子也太慘了，自己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沒了，親爹親媽帶着個養女在外邊逍遙度假，連他沒了都不知道。這世上哪有這樣的父母啊？真是可悲又可恨吶！是我的錯，是我的錯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殺了他。你說什麼？啊！警察同志，有事誤會了，孩子他媽可能一時是我的死腦子糊塗了才亂說的。
他怎麼可能殺自己的親生女兒呢？這絕对不可能！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錯，是我的错！哎，妈，快把这个女士送到医院！你们3个人陪我去警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。好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！妈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多喝点水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你干嘛呀？是你害死的小鹿，是你一直欺负他，是你！他都已经死了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别发疯了！是我的事，我就是这样对他的，我还打了他，用巴掌呼他，用脚踹他，真的不行，他有多疼啊！怎么说？没气壮肯来，流的血一直流，一直流血都流干了。你自己在这发疯吧！小茹，是妈害了你，妈错了，妈该死，妈该死，妈该死啊！小茹，妈该死啊！小茹。这是沈诺的尸检报告，死因是重度肾衰竭，排除他杀的可能性。什么？肾衰竭？他怎么会有肾衰竭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。開什麼玩笑？假的吧？你是在質疑我們法醫的專業性嗎？另外，我們在他胃裡發現了大量的異食，大把的頭髮、紙盒、塑料，還有碎玻璃渣和鐵釘。他的胃比常人足足大了2。這肯定是姐姐在鄉下的時候養成的臭毛病，還好沒有傳出去，這要不然指不定外人怎麼說我們虐待她呢。姐姐總是做這種荒唐事。這不是臭毛病，這是抑鬱症引發的異食癖。你到底有沒有把他當做親人啊？怎麼能說出這麼冷血刻薄的話來？是我害死小茹，是我，都是我的錯，都是我的錯。你們要還有半分愧疚的話，就趕緊把人領回去，好好安葬吧。爸，我們趕緊走吧，我總感覺這裡陰森森的。走，趕緊走。小茹，小茹！好了，大白天的，你發什麼瘋？爸，我們真的要把姐姐的遺體帶回家嗎？接什麼接？她死得這麼不清不楚，萬一她真回來找我們算賬怎麼辦？爸，她真的會來找我們報仇嗎？是她自己心理虛弱，扛不住壓力，自己想不開尋了腳賤，憑什麼怪在我們頭上？那我們該怎麼辦？等我回去找個靠譜的大師好好算算，看看怎麼處理比較合適。小茹。小茹，媽媽的小茹，媽媽的好女兒，小茹。媽，你幹嘛呢？諾諾，你把這個房間還給姐姐好不好？這個房間本來我就是給你姐姐準備的，還給姐姐好不好？媽，你幹嘛呀？我的好女兒，你要什麼媽媽都給你。媽媽去跟你講，媽媽把所有東西都給你搶回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瘋了，真瘋了！小茹，媽，你真瘋了！小茹，小茹。
妈，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了？诺诺，是妈的不对，妈错了，妈不应该给你姐买这么贵的蛋糕。诺诺，妈知道错了，错了。诺诺这孩子终究还是容不下小若，你说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？小若打小就在乡下遭罪，如今好不容易被咱们接回来，这衣食出行哪样不是现成的？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是啊，诺诺这孩子心思细，一点小事就能在心里琢磨半天。看来我以後要把这心往這邊放，千萬可不能出什麼岔子。這萬一他憋出什麼心理毛病，這以後可不好辦了。是啊，趁諾諾不在家，媽給你買的蛋糕，聽說這家蛋糕很好吃，快打開吃，別讓他看到。小若，生日快樂！謝謝媽。小若，你也別怪媽，你這個妹妹打小都被慣壞了，你這個當姐姐的，咱們就讓着點，就當你為了我和爸，好不好？我們家小若真乖。你個鄉下人也配吃這麼好的東西？諾諾，今天是你姐姐的生日，我才給她買蛋糕。媽，你之前答應過我，只疼我一個人，你騙我！諾諾，你在幹什麼？你別嚇媽媽！那你答應我，以後眼裡只有我一個人，只能疼我一個人。答應你，媽答應你，快放下，媽什麼都答應你。不可能，你爹怎么會出在小若的身上？他怎麼會想不開？他只是從農村來的一個野丫頭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有那麼敏感。怎麼了？爸，我媽她已經瘋了，趕緊把她送精神病院吧。瞎說什麼呢？諾諾，扶你媽媽回房間。去啊，愣着幹嘛？小若不會，小若不會。你好，請問是沈若同學家長嗎？是的，請問你們是啊？這位是青蘭研究院的周明遠，周院長。他這次親自來呢，是想邀請小若加入我們研究院的。這青蘭研究院那可是國內頂尖，在國際上都排得上號的地方，多少頂尖人才擠破頭都進不去的。不過不瞞周院說，小女今年剛高中畢業，連大學門都沒進呢。你們是不是弄錯了？不會搞錯的。早幾年我在一份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有一處疏漏，那就是沈諾同學最先發現的，他還特地寫了郵件給我指出。從此以後呢，我們就有書信來往。他對一些學術問題，他的思路常常給我很多的啟發呀。周院長這些年一心撲在傳播設計上，那篇文章更是花了近10年的心血之作，裡面的內容能看懂也是不易。可沈若同學不僅全看明白了，而且還指出了許多關鍵性問題。裡面許多角度，就連周院長自己都是耳目一新啊！這等天賦，就是多少年都難遇啊！確實如此啊！他在流體動力學領域的天賦是我這些年見到最突出的。在我們的通信裡，圍繞着相關的課題，我們聊了許多。他也幫助了我許多。我們約定，他高中畢業就邀請他到青蘭研究院，和我一起參與一些相關的設計工作。這份邀請啊，既是對他才華的認可，也是我們早先說好的承諾。之前我就看見沈若在研究什麼，難不成他們要找的人真的是他？可是沈若已經死了。那沈若同學現在在家嗎？
稍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叫他出来。好。诺诺，丽茹安静点头就行，其他什么都不用说，快。诺诺，这位就是这些年一直和你通信、跟你讨论船舶设計的周院長。周院長這次來是邀請你加入青蘭研究院的。周院長，跟您說一聲，我們家諾諾最近剛把名字改了，現在叫沈諾，承諾的諾，這就是小女啊。沈諾是吧？哈哈，能讓我們周院長親自來拜訪的人，你是頭一個。可見我們研究院對你的認可，可不是嘴上說說的。沈諾同學，你願不願意到我們青蘭研究院呢？你們都不問問我的成績嗎？哈哈，能讓周院長看中的人，成績自然是不會差的。不過，你要是能拿到今年的高考狀元，可以不用參加任何考核，直接就可以加入我們研究院的。狀元？所以你今年的學習成績怎麼樣啊？我這是在幹什麼？走，咱們看看去。你們這是？你是沈先生吧？你好，我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沈先生，给你道喜啊！你女兒啊，考上了全國的狀元。之前諾諾自己估分說成績不是很理想啊，這才多久，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全國狀元？你看，這是清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。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？怎麼？這通知書有問題嗎？沒問題，當然沒問題。我們這是太高興、太激動了。高興的還在後面。來，你看，這市裡啊，為表揚狀元，特地批下了20萬的獎學金。我就說呀，沈若同學啊，天賦異稟，絕非池中之物。如今又摘得全國冠軍的桂冠，真是可喜可賀呀。那周院長，您剛才說的讓我們家諾諾進青蘭研究院的事兒，還作數嗎？那當然作數了。太好了，謝謝周院長。爸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周院長，而且這通知書上的名字明明是我姐姐沈若呀。看來周明遠要找的人應該就是你姐姐沈若。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姐才是你們從骨子裡疼的親女兒，有什麼好事你們肯定先想着她。你怎麼能說出這種話來？這麼多年我和你媽對你什麼樣，你心裡沒數嗎？那你憑什麼要說周院長邀請的人是我姐？他剛剛都親口邀請我去研究院了，你現在改口又說是他，為什麼？之前我看到你姐在和別人通信，那個人應該就是周院長，這才有了這次研究院的保送名額。還有周院長親自來邀請的人，其實應該就是你姐姐沈若。這怎麼可能呢？我姐她都沒參加高考，那怎麼可能會是狀元呢？說不定他是在考完試才去世的。再說了，你們兩個人的名字本來就很像，倒也有可能是他們弄錯了。對，沒錯，就是這樣。那我姐姐她都已經死了，保送名額怎麼辦？事已至此，我倒覺得這就是天意。什麼意思啊？說到底，你姐姐沈若終究是我們沈家的骨血，她這一死，倒為沈家做了最後一件大事，讓我們沈家徹底站穩腳跟，成為行業裡的龍頭。諾諾，你給我記清楚了，沈若也好，沈諾也罷，從今天開始，你們就是同一個人。諾諾，到了研究院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給沈家爭光。我一定努力。我的女兒是最棒的。媽，你就放心吧。沈若同學，周院長，小若，小若，小若，我是你媽媽，小若。媽，胡說八道什麼呢？我姐姐她早就走了，你在這胡說八道，讓別人聽見像什麼樣子？快別這樣了，行嗎？於是，
你認錯人了，我是你媽媽小若。這怎麼回事啊？周院長，實在對不住，我家大女兒刚刚才去世不久，我老婆一时接受不了，受了點刺激，所以怎麼是你？你們認識？哦，是這樣的，沈先生和沈太太帶着养女出去度假，親生女兒沒有得到及時救治，慘死家中。我正好是負責這個案件的法醫。沈先生，我這個師妹啊，說話是直來直去的，不會彎彎繞。她說起來，在青蘭研究院的時候，她是我們院最年輕的核心研究員。要是論天賦啊，這全院沒有幾個能比過她的。白法醫，這位是？這孩子的身形怎麼跟小若這麼像？這是我的乾女兒陳婉寧，她今天第一次來青蘭報道，我帶她到處轉一轉，熟悉一下環境。幾位還有什麼問題嗎？沒有，我只是覺得她跟我的大女兒有幾分相似。那沈先生肯定是看走眼了，我們婉寧可不敢高攀给您當女兒。白法醫，你看您這話說的，我在胡思亂想什麼呢？沈若明明已經死了，而且就死在我們眼前，怎麼可能突然冒出来？一定是最近太亂了，看眼花了。咱們青蘭20年了，选学生向来严苛，像這樣拔尖的苗子本來就少見。他偏巧他們兩個不僅天賦出眾，而且研究的方向還碰到一起了，這真是緣分啊！慧敏啊，我看不如這樣，咱們為他倆辦一個小競賽，也算是別樣的迎新會吧。一來呢，也讓新人能夠快速融入我們院的氛圍；二來讓我們看看這樣的好苗子能發出多大的光。你覺得呢？我沒問題，一切都依我乾女兒帶。我同意。那沈若呢？媽媽已經好久不犯病了，為什麼會突然把她認成沈若？難道說……諾諾，周院長問你話呢。姐姐，這大夏天的戴個口罩不難受嗎？我幫你摘下來吧。你幹什麼？我乾女兒剛做完手術，不能摘口罩。白法醫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女兒太想念她的姐姐了，一時衝動才有所失禮，請您見諒。我姐姐她去世的早，我就是看她長得太像我姐姐了，一時激動才……是嗎？我們當时給周圍鄰居錄口供的時候，他們一致表示你們姐妹倆的關係並不融洽。諾諾又欺負小若了，媽，你胡說八道什麼呢？別說了，別在外面給我丟人了。那沈若同學，我剛才的提議，那你意下如何呢？我沒有意見，您安排就好。後天就要競賽了，現在臨時抱佛腳也不知道來不來得及。怎麼是他？或許後天的比賽我可以不戰而勝。哎，陳同學，好久又見面了。閃開，別碰我。陳同學，我就跟你打個招呼，你這麼兇幹什麼呀？請你離我遠一點。你乾媽沒陪你一起來呀？我聽說她當年可是跟周院長並稱為青蘭雙子星，可是後來因為私生活不檢點，就被學院開除了。我也聽過這個瓜，當年的青蘭雙子星，誰人不知，誰人不曉啊？不錯，而且據說這個白慧敏的才華遠在周院長之上，只是後來未婚先育，才葬送了大好前程。這種人簡直丟盡了學術界的臉面，現在倒好，靠着旁門左道鑽空子，把你這個來歷不明的人塞進青蘭，你們到底什麼關係啊？竟然能讓他為了攀附，連這點學術底線都不要了？乾媽，她不會就是白慧敏的私生女吧？哎，你別說，還真有這種可能。你們心髒，看什麼都是髒的。大热天戴個口罩，不是怕見人是怕什麼呀？你有本事摘下來啊！你算老幾？憑什麼聽你的？看你就是心虛。你還敢打
打人？我看他就是狗急跳墙。现在这女生啊，真是不思进取，年纪轻轻就想着走捷径，往有钱有权的人身上扑。我要是他爸妈，我非打断他腿。大家都是拼死拼活考进青兰的，却被这种攀关系的人踩在头上，大家甘心吗？没错，我们寒窗苦读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这种人成为我们的垫脚石。对，滚出青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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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是全国高考状元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跟我竞赛，更不配待在青兰。沈诺什么时候成了全国状元？没错，根本不配。对，滚出青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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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兰！滚出青兰！滚出青兰！滚出青兰！你这种货色根本不配跟我竞赛，识相的话就自己退出，否则我就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，让你一辈子也抬不起头。贱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！放开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竟然在食堂聚众生事，你们不想在青兰待了是吧？是这个人，他品行不端，大家都不服气，他为什么在青兰？哎，这不是扯懒人吗？快！陈同学，没事吧？您有所不知，这个陈婉宁，她和白法医的关系可不是干母女那么简单。她陈婉宁就是白法医的亲生女儿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们青兰这个科研单位，凡是进来的人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筛选出来的尖子，就不会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你们都不要乱讲啊！我说错了吗？他要是清白的，就拿成绩说话。只要他把高考成绩放出来，我们就信他。我们要看他成绩单。没错，不然我们不服。看他成绩，看他成绩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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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这样一味的袒护他，只怕会伤了学生们的心呢。这样您在青兰还怎么服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口罩摘下来，我们要你的背调，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凭真本事进的青兰。怎么不敢呢？那你就自己滚出去，别让我们再看见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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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摘。好，我摘。这么严重？快送医务室！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搞霸凌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沈诺，我劝你收敛一点，要不是看你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我早把你赶出青兰了。今天的事儿，暂且给你个院内警告处分。后天的竞赛最好不要让我失望。陈婉宁，你给我等着！婉宁，婉宁，怎么样？让我看看伤得严不严重？哎呀媽，不碍事的幹嘛？一點小摩擦而已。他們簡直無法無天！不行，我得報警。乾媽，現在還不是時候，馬上就是知識競賽了，是時候給他們準備一點驚喜。你決定了？是時候給他們準備一點驚喜。你決定了？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，
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喂，出事了！小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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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送进医院！来，我这是到天堂了吗？喂，我的傻女兒啊，你怎麼淨說傻話呢？現在幾點了？8點半了。小若，你才剛醒，好好臥床休息吧。今天是高考，我必須參加考試。好，乾媽開車送你去。好，今天是高考，我必須參加考試。好，乾媽開車送你去。好，乾媽，還好有你和爸在。高考那天，要不是你飆車闖了3個紅綠燈，我肯定趕不上考試。還有上個月的腎移植，要不是你們找到了匹配的腎源，我可能……好孩子，咱們大難不死，以後有的是福氣。我現在一想到沈家那群白痴被一個死豬肉嚇得魂飛魄散，我都覺得好笑。這樣能行嗎？這可是定做的高度仿真假，我還在裡面填充了豬肉。只是這樣做真的有必要？這也算給他們沈家人一個考驗。如果他們能及時發現的話，就證明他們還是在乎小若的。那他們要真的沒發現呢？那我就帶小若走，給他改名換姓，從此以後跟沈家人再無半分瓜葛。行。那我就帶小若走，給他改名換姓，從此以後跟沈家人再無半分瓜葛。月婷啊，還是你們家諾諾優秀，這青蘭可不是什麼人都能進。是，不像那個沈若，就是一個喪門星。我們沈家呀，也不知道造了什麼孽，出了這麼個東西。這人都死了，你少說兩句。他把我兒子送進監獄，斷送了我兒子後半生的職業生涯，就連弟妹也是因為他的死變得瘋瘋癲癲的。我說他幾句怎麼了？行了，大喜的日子，別說這不高興的話。月婷啊，這弟妹和小恆怎麼沒來啊？做大喜的日子，別說這不高興的話。月婷啊，這弟妹和小恆怎麼沒來啊？哦，他最近一直在家裡休息，小恆留在家裡照顧他。各位，我們的競賽馬上開始，下面有請我們的參賽選手沈諾和陳婉寧。諾諾，加油！這陳婉寧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是不是不敢來了呀？害怕也屬於正常，畢竟我們家諾諾是非常優秀。這既然對方沒有來，那是不是直接可以判定我們家諾諾獲勝了？既然陳婉寧沒有來，我宣布本次比賽的獲勝者是……誰說我棄權了？本次比賽的獲勝者是……誰說我棄權了？你還好意思來？我為什麼不好意思？之前是你校園霸凌導致我重傷住院，才差點沒辦法參加這次的競賽。
好了，你们两个都是特招进青兰研究院的，这足以说明你们的潜力。我希望在这次竞赛中，你们拿出你们的真实实力说话，让那种质疑者闭嘴，让旁觀者心服。但如果害怕呢，那現在就可以主動離開。我可以參加競賽，我也可以。既然這樣，我宣布競賽正式開始。我写完了，諾諾還真是優秀啊！這麼難的題，居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寫完。這周院長都誇我們諾諾呀，是難得一的天才呀，那自然是沒得說呀。時間到，請評委上前評分。這個解題的思路非常新穎，我已經有很久沒看到這麼有才華的年輕人。他怎麼會知道這套方程式？這場比賽我贏定了。這解題思路怎麼跟沈諾諾這麼像啊？明明是沈諾先交卷的，該不會他是抄襲沈諾的吧？很有可能。這題這麼難，肯定是他怕寫不出來丟人，才講的這些歪門邪道。也難怪，他不就是靠着關係才進的青蘭嗎？也難怪，他不就是靠着關係才進的青蘭嗎？沒想到這陳婉寧還真挺厲害的，這麼難的題都會。不過還好我提前看了沈若以前的筆記，他的解題思路完全夠我贏了這個人。婉寧是憑自己的實力進入青蘭的，競賽現場上這麼多雙眼睛看着呢，全程是他自己在答題。事實就擺在眼前，這就是公然抄襲。這成績差一點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，這作弊嘛就可恥了，這可是人品問題。這青蘭呀，也不知道在哪兒長這麼恬不知恥的東西啊，真是寒了多少人的心啊！都不要吵了，雖然這兩人解題的思路非常相似，但是這是在一個固定的公式上進行創新的，所以這不代表抄襲。周院長，那現在怎麼辦？我們家諾諾這麼優秀啊，可不接受平局啊！就是，我們才不接受平局。那要根據這個情況，我看不如給他們兩個再加賽一場，你們看怎麼樣？可以。那行。評委組通過商議，一致決定通過附加題的方法來決定競賽的獲勝者。評委組通過商議，一致決定通過附加題的方法來決定競賽的獲勝者。這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嘛！獲勝者明明是我們家諾諾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親自來出題。好吧，現在答題開始。這不是沈若發給周院長郵件裡所提及的方程式嗎？我的好姐姐，這次你可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。我寫完了。這個陳婉寧，該不會是知道自己比不過沈諾，直接擺爛了吧？沒錯，他一個靠關係走後門進來的人，怎麼可能輕易的解出這道比上一道還難的題目呢？我也寫完了。請二位移步一旁，等待評委上前評分。我也寫完了。請二位移步一旁，
等待評委上前評分。陈婉宁，我劝你啊，早点认输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输给我们家诺诺这样的天才，根本不丢人。该认输的应该是沈墨才对。你这个关系户，你现在还敢顶嘴？你是不是非得闹到青兰那，把你开除你才开心？到底是谁被開除，還不好說呢。一個連臉都藏着掖着的人，這能是什麼好人呢？小若，沈若，你沒死？這絕對不可能。怎麼了？這是？看你們的反應，是我長得像某位故人嗎？這到底怎麼回事？這到底怎麼回事？他們應該是認錯人了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沈先生，您怕不是已經忘了，您的親生女兒因為你們的疏忽，屍體已經被蛆蟲啃咬的連渣都不剩，又怎麼會出現在你們的面前呢？沒錯，我姐姐沈若已經死了。你不可能是沈若，你不是沈若，絕對不是沈若。什麼蛆蟲咬啃的？諾諾，他說的什麼？小若不是因為生病去世的嗎？他剛才說的疏忽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小若雖然平時是不懂事的妻子，但畢竟是我們沈家的孩子。小若是你的親生女兒，你是怎麼對待她的？這小若到底是怎麼死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我們帶諾諾去畢業旅行，是我們疏忽，沒有及時發現小若去世了。你說什麼？你太大意了！小若可是你的親生女兒啊！這些事情晚點時間我再給你們解釋好嗎？沈先生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您親女兒的屍體現在應該還在太平間裡躺着吧？你們如果想去看看，現在還來得及。什麼？你說什麼？小若的屍體到現在還沒火化呢？這不都是已經死好幾個月了嗎？是算命大師說不能把小若的屍體拉回去，要不然咱們沈家都會倒大霉的。你到底是不是小若的親生父親呢？你怎麼能這樣對他呢？你到底是不是小若的親生父親呢？你怎麼能這樣對他呢？哎，夠了！加賽的結果現在可以公布了。在此之前，我想向沈樂同學問一個問題：你是怎麼想起來用這個公式來解決這道題的？當然是因為這是最方便便捷的解法。這可是沈若和周院長信中提到的公式，絕對不會有問題。獲勝的應該是我們家諾諾，對不對？這還用說？這肯定是我們家諾諾獲勝。我宣布，這次競賽的獲勝者是陳婉寧同學。什麼？陳婉寧就寫了3行半，他憑什麼贏？這果然是關係戶啊，可以公開作弊，這真是無法無天了。我承認，我有私心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周院長怎麼能這樣？這種級別的比賽怎麼可以公然舞弊？我也要向陳婉寧同學道歉。我也要向陳婉寧同學道歉。你也不能因為事情敗了就給陳婉寧道歉呀，這也太不像話了。看來這陳婉寧的背景真硬。原來是這樣，真是學術界的恥辱，讓堂堂青蘭的院士當眾道歉，這背景想想都可怕。我要退出青蘭，有他這樣的人壓在我們頭上，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輩子都不可能有翻身的機會。恥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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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道題，沈若同學他早就知道。什麼？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周院長包庇的人是沈諾，這怎麼可能？這贏的人不是陳婉寧嗎？周院長，你到底在說什麼呀？諾諾，你快給大家解釋解釋。還是我來說吧。早幾年，我和沈諾同學通信中探討過這個問題，而現在沈諾解這道題的思路，就是當年我最早的解題思路。您的意思是，諾諾以前就知道這道題？確實如此。那既然這樣，他怎麼還會輸掉比賽？因為這個答案是錯的。什麼？這怎麼可能？
那封信里，周院長明明信誓旦旦地炫耀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他是青兰的院士，怎么可能出错？陈诺同学，你忘了吗？当年我们通讯的时候，清清楚楚指出这种解题思路是错誤的那个人呢，就是你啊！清清楚楚指出这种解题思路是错誤的那个人呢，就是你啊！我们原本约定下一季的通信中把他的解题思路分享给我，可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个通讯就突然中断了。所以说，您把这道题作为这次竞赛的附加题，就是为了得到最佳的答案。不错。当时迟迟没有给您回信，是因为我回去想了很久，我发现您的方法就是最正确的方法。是这样吗？没错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始終覺得這就是最合適的解題方式了。果真如此啊？當然了，這可是您研究了一輩子的心血，怎麼可能會出錯？我當時太不自量力了。沈諾，你太讓我失望了。這周院長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這諾諾到底做錯什麼了？當然是馬屁拍在馬蹄子上。周院長生平最討厭這種人。是啊，周院長之所以如此重視沈諾，就是因為沈諾在周院長發表的論文上提出了質疑。這才幾年啊，沈諾怎麼變了？你們懂什麼？這是我們家諾諾有教養，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駁了周院長的面子。這是我們家諾諾有教養，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駁了周院長的面子。那也不能因為這樣就判定陳婉瑩獲勝呀。是呀，這個結果我們不服。陳婉瑩獲勝是因為她寫出了真正的正確答案。怎麼可能？他就寫了2-3行，怎麼可能是正確答案？越是困難的問題，往往解題的思路越簡單。但是當年你告訴我的，你忘了？用自己否定過的答案進行解題，又對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一問三不知。師兄，你真的核實過現在站在你面前這位同學的真實身份嗎？有沒有可能這封信根本不是他寫的？不是我，難道還是你嗎？婉寧同學提出的是合理的質疑。沈諾同學，你這麼激動，該不會是心虛吧？誰心虛了？我根本沒有。周院長都說了，一直跟他通信的就是我們家沈諾，還會有錯嗎？據我所知，沈先生，你還有一位大女兒叫沈若，宛若的若，從小成績優異，尤其擅長科研，並且獲得過多次獎項。從小成績優異，尤其擅長科研，並且獲得過多次獎項。你不要亂講話。是呀，我們沈家的事你怎麼知道？沈先生，你怕是忘了，是我給你的大女兒做的師姐，她的資料我自然是知道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當年和我通信的沈諾是他的大女兒？沈先生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那當時你也是言之鑿鑿告訴我，和我通信的就是沈若，後來才改名叫沈諾的。你自己也當時親口承認的呀。是諾諾，真的是諾諾。恐怕沈諾並非沈若。師兄，今天這件事，希望你能給婉寧一個交代。這個自然。為了保證我們競賽的公平性，我們組合評審組聯合出題，3天後在直播鏡頭前，我們為他們舉行一場正式的競賽，你們看怎麼樣？曾國同學有什麼問題嗎？我沒問題。那好，就這樣定了。爸，那個陳婉寧真的是沈若嗎？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。那天我們親眼看見他的屍體，就算是華佗在世，也不可能將一灘爛肉變成一個活人。可是他的眉眼跟沈若真的很像。像又怎麼樣？想要弄明白也容易，咱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？走。想要弄明白也容易，咱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？走。爸，這裡面到底哪個是沈若呀？這太遠了，我也看不清了。終於想起來把女兒領回去了。你不聲不響的，想嚇死誰？白法醫，人嚇人會嚇死人的呀！不做虧心事，
不怕鬼敲門。这个，白法医，这真是我女儿吗？这不是写着呢吗？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确认一下吧。确认了吧？确认了，你快把布盖上吧。真的不再确认一下吗？万一弄错了，不会弄错的，这就是我的女儿沈若。那把字签一下，领走吧。都办妥了，谢謝干媽。有了这個，我就可以跟沈家徹底斷絕關係了。太好了，找個時間啊，把你的戶口落在我名下。小子怪美呢。爸爸，聽見沒？他管我叫爸。你就是個養父，得意什麼呀？哎，養父也比你這乾媽強。乾媽怎麼啦？哎，這女兒啊，就得跟着媽才幸福呢，你懂什麼？當初我讓婉寧回沈家，也是心裡盤算着那是他親爸媽，在親生父母跟前，吃的穿的都不用愁，更不會受半分委屈。可誰能料到，我竟是把我的婉寧親手推進了那樣的火坑啊！我要早知道這樣的話，當初就是拼了這條命，也不能讓他們把你給帶走。你拿什麼拼命呀？他們財大氣粗的，你一老頭怎麼拗得過他們？乾媽，爸，過去的事咱就不提了。是，你確定沈家的人不會發現嗎？放心吧，他們巴不得早點把屍體拉出去火化，看都不願意看一眼，看都不願意看一眼。單靠沈若的筆記很難贏陳婉寧，我得再想個辦法。喲，這是誰欺負我們家小妹的呀？大哥，你怎麼來了？我聽說沈若的死丫頭今天火化，我特意過來給你們慶祝一下，怎麼不歡迎我？這傻子倒是可以利用一下。怎麼會呢，大哥？只是什麼？只是大哥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失望？什麼意思？沈若她沒有死。你說什麼？大哥，你沒聽說嗎？有個叫陳婉寧的，簡直長得跟沈若一模一樣。只有讓沈蕭覺得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他才能幫我阻止陳婉寧參加競賽。唉，只是長得像而已。這事兒我也聽我爸媽說了，沈若都要火化了，怎麼可能活着呢？就是說呀，我也不信。可是他們兩個人實在是太像了。能有多像？無論是身材、樣貌、氣質，還有說話的方式，我不說10分像，起碼得有9分半。如果有機會，我倒是想親自去查一查這個陳婉寧的來歷。好，我這就去會會這個陳婉寧。按沈蕭對沈若的恨意，陳婉寧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按沈蕭對沈若的恨意，陳婉寧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參加完競賽就回來了。好。沈若，還真是你！你認錯人了。別他媽裝了！你害老子進局子，你就算化成灰，老子也能認出來你。我再跟你說一遍，你認錯人了。我叫陳婉寧，不信你看我證據。你還裝？真是老天有眼了，讓你落在我手裡。我可沒時間陪你發瘋。你他媽敢打我！今天我就送你上路。
都这会儿了，这陈婉宁他人呢？该不会是认怂了吧？他肯定是觉得呀，比不过咱们家诺诺，吓得不敢来了。在我们家诺诺这么优秀人的面前，他临阵脱逃也实属正常。各位评委，人到现在还没来，是不是该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了？时间快到了，婉宁怎么还不来？陈婉宁，今天的第一只能是我。院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还继续等吗？那依按流程来吧。是。我宣布，本次竞赛比赛开始，请选手作答。老陈，婉宁有没有联系你啊？他刚给我通过电话，现在应该已经到青南了。哎呀，他还没有过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坏了，婉宁出事了！坏了，婉宁出事了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这是违法的！犯法？你有本事就再把老子送进去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弄死你！你有什么话好好说？好好说。你当初把老子送进局子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好好说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你认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你说的沈若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我真的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，不信你看我的证件，我的证件在包里，我真的不是。你真的不是沈若？虽然还有很多题不会，但没有对手的比赛，要我怎么说？虽然还有很多题不会，但没有对手的比赛，要我怎么说？这不可能，你就是沈若！等等，死到临头了，就跟阎王爷说去吧。你不是认为是沈若把你丢进监狱里面的？我手机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是真是假，你一看便知。怎么是他做的？你真的是沈若？我要交卷。这陈婉宁到现在连影子也没见着，咱们诺诺的头名稳了吧？现在呀，就算是从天上掉下来，这就剩10几分钟了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原本我们家诺诺还想好好的跟他教练一下，谁知道他这麼慫，还没参赛就害怕的不敢来了。可不是嘛，估計是知道比不過，早躲起來哭了吧。你們別得意的太早，你們別得意的太早。喲，這個時候了還嘴硬啊？你有能耐呀，就讓陳婉寧現在從地裡鑽出來，過來答題呀。這個可以。院長，我們宣布比賽結果嗎？可以。基於陳婉寧沒有出席本次競賽，評委組一致決定。等等，陳婉寧，你怎麼在這兒？那你覺得我應該在哪兒？各位老師，我可以答題了嗎？可以。婉寧，加油！這就剩10分鐘了。他能答幾道題？是啊，他就在做無謂的掙扎呀。這就博眼球，輸了也能說自己努力了。陳婉寧，等着，這次我肯定贏。陳婉寧，等着，這次我肯定贏。時間到，請選手停止作答。
我說還有阅卷的必要吗？直接宣布結果得了呗。是啊，这都做这么久了，怪累的，就没必要耽误时间了。下面我宣布，此次竞赛的获胜者是陈婉宁。什么？这是2位选手的试卷，在座的如果有人对评定結果有疑义，可以隨時提出。陈婉寧好像確實更勝一籌哎。沈諾好多題都是錯的，也就勉強及格呀。這沈諾不是今年的全國狀元嗎？怎麼就這水平？是啊，會不會搞錯了呢？確實是搞錯了，全國狀元是他姐姐沈若，全國狀元是他姐姐沈若。市長你好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沈若與沈諾兩名考生姓名高度相似，當時我們疏忽把若看成了諾，所以才造成這種烏龍啊。可錄取通知書如果錯誤的話，那清北那邊為什麼沒有派人來取消諾諾的入學資格啊？清北的錄取通知書上的是沈若，況且沈諾來了青蘭，他沒有去清北報到啊。說這個疏漏，我們沒有及時意識到啊。不對，沈若在高考前一天就去世了，他根本就沒進考場，怎麼可能成為狀元？沒錯，法醫已經鑑定過了，我姐的死亡時間就是高考前一天。奇怪了，難道死人還能爬起來考試不成？這兩個人的名字那麼像，會不會是清北那邊把通知書搞錯了？對，一定是清北搞錯了，狀元只能是我們家諾諾。為了核實情況，我們成立了特別調查組，調取了所有考場監控，還對試卷進行了筆跡鑑定。這絕對不可能！大家快看，陳婉寧的試卷名字沈若，她是沈若，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不可能！陳婉寧就是沈若，不可能！陳婉寧，你少在這裝神弄鬼，沈若已經化成灰了。我裝神弄鬼？是你告訴堂哥我就是沈若，還撺掇他在賽前把我綁走的吧？你少在這血口噴人，我根本沒有。要不是養父發現的及時，我現在已經變成沈蕭鐵棍下的冤魂，正好碎了你的心一對嗎？沈諾同學，你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諾諾，你快說清楚呀！他怎麼在這胡扯？你沈蕭哥到底去哪兒了？肯定是你考不過諾諾，就編這種話來污衊他。我們諾諾才不會做這樣的事兒。都這個時候了，沈恆，你還護着你這個妹妹？他是我哥，護着我天經地義。我勸你早點說實話，你到底是誰？你不是天天盼着我是你姐姐嗎？好啊，我成全。我就是沈若。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沈若明明已經火化了。我原本可以安安穩穩當一輩子的陳婉玲，是你們沈家非要把我往死路上逼。這到底唱哪出啊？聽說沈若才是沈家親生女，這個諾諾是抱來的養女。我也聽說了，當初沈若死在沈家，還是隔壁鄰居聞到臭味才報的警，發現的時候屍體都已經腐爛了。這家人就是偏心養女。這麼說，這真是王者歸來，回來討公道了。我能證明他就是沈若，我能證明他就是沈若。大家看清楚了，這是陳婉寧與沈先生的親子鑑定書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二人是親生父女關係。這不可能！沈若，真的是沈若，可你明明已經臭了、爛了，還是說早已經被你們送去化成一把灰了？沈先生，你怕不是老眼昏花了吧？連自己的親生女兒都不認識了？我從小就患有嚴重的腎衰竭，在高考的前一天，我暈倒在了家裡。是我爸，是我養父給我打電話，發現沒人接，就知道我出了事兒，於是和我乾媽一起找到了。還好發現的及時，我成功撐過了高考，做了腎移植手術，這才撿回了一條命。如果你沒死，那3天前火化的遺體是誰？那根本就不是人，
那不過是填充了猪肉的假人罢了。什么？那不过是填充了猪肉的假人罢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爸妈待你不薄，你怎么能戏耍他们呢？少装好人，收起你套伪善的嘴脸。你们当初但凡多看我一眼，就该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我。月婷，你当真没有去确认一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小若？是啊，月婷，这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马虎呢？这真不能怪我呀！当时那具尸體高度腐爛，我怎麼確認呢？你不是不能確認，而是你打心裡覺得我根本就不重要。哈哈，這不管怎麼說，小若活着是好事啊！兩個閨女都考上了青蘭，沈家是雙喜臨門啊！小若，趕緊跟你爸回家。我什麼時候答應要跟你們回家了？沈若，你別給臉不要臉啊！姐姐，大伯跟伯母都已經原諒你的錯了，你就跟他們回去吧。沈若，當初你把沈家鬧得雞飛狗跳的，我們都已經不追究了，你怎麼還現在擺架子呢？之前把沈家攪得雞飛狗跳了，另有其人。之前把沈家攪得雞飛狗跳了，另有其人。你這話裡有話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沈若，你把話給我說清楚。我的意思是，之前那件事兒根本就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是誰？那你們就要好好問問你們的侄女了。諾諾，他說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你快說呀！姐姐，你怎麼能在攝像機面前說這些呢？你不就是想當着全國觀眾的面來掩蓋你之前的錯嗎？我知道你從小的家庭條件不好，所以你心裡不平衡，你就嫉妒我們沈家的孩子。可是我們都是一家人呀，不管怎麼說，你做了什麼錯事，我們都能原諒你的，姐姐。這沈若真是心理扭曲，竟然對自己的親人下毒手。就是這種人就是天生的惡種。這沈家人也太善了吧，都這種情況了還要認他。姐姐，只要你認真道個歉，我們都能原諒你的啊！姐姐，只要你認真道個歉，我們都能原諒你的啊！沈若，你別太過分了，諾諾對你這麼好，你怎麼還推他？看來我之前跟你們斷絕關係是做對了。你怎麼跟長輩這樣說話？我們白養你了。真是家門不幸啊！我們沈家怎麼養出了你這麼個逆女？之前堂哥的事兒，明明就是沈諾做的，你們卻不分青紅皂白的全都怪在了我身上。我之前念着你們有養育之恩，怕你們知道後對他失望、難過、生氣，所以我一直忍着不說。我現在告訴我，我今天要和你們徹底斷絕關係。那怎麼可能？諾諾那麼乖巧懂事，他怎麼會幹出那種事情？沈若，你自己做錯了事兒，還要把屎盆子扣在諾諾身上，你還有沒有良心啊你？犯了錯還不知道悔改，你這種人就不配再回沈家。沈若，我們沈家的臉都讓你丟盡了，我今天要當着所有人的面，好好的教訓教訓你。二叔，別動小若，好好的教訓教訓你。二叔，別動小若。我看這個是我女兒。哎，這是我女兒。哎，幹嘛後邊站？我是你。哎呀，兒子，來，兒子，你忘了當初他是怎麼騙你的？爸媽，我們誤會小若了。兒子，你可別被沈若給騙了，這都是他的一面之詞呀。媽，我沒有被騙，當初我也以為是小若騙的我，直到我看到了那個視頻。視頻？什麼視頻？諾諾，這是怎麼回事？諾諾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都是你害的我兒子，我打死你這個畜生！枉我們一家對你這麼好，你竟然做出這種事情！是的，不是的。沈諾，我們沈家到底造了什麼孽，才收養了你這麼個狼心狗肺的東西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！救救我！我沒有你這個妹妹，
伯母，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你。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姐姐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伯母，伯母，我知道错了。混账东西！大伯，大伯，今天非替你爸爸好好教训你。好了，这里是青兰，你们回家去姐姐家务事情，我不管。但在这儿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况且现在沈诺还是我青兰的人，我绝不允许你们在这儿胡闹。哼，周院长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觉得沈诺就是你当年要找的那个笔友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周院长，你被骗了，你要找的那个笔友根本就不是沈诺，而是沈若。可之前的信息那都对不上了。周院长，我为了让沈家更上一层楼，骗了你，让他进了青兰。怎么？小若被找回来之前一直叫沈诺，沈诺一直霸占他的名字不肯还给他，所以我们才被迫给他改了名字，叫沈若。所以你一早就知道我要找的是小若。都是我的错，当时我就是觉得反正小若已经不在了，空着一个名额，不如让给诺诺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哎呀，你呀就是猪油蒙了心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不好，爸爸给你道歉好吗？别，我可受不起。小若啊，之前是大伯错怪了你，就请你原谅大伯吧。是啊，小若，毕竟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的。一家人，我可跟沈诺做不了一家人。一家人，我可跟沈诺做不了一家人。小若，都是爸爸的错。如果你答应跟着我回沈家，我现在就立马就把沈诺逐出家门。爸，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你别叫我爸，我不是你爸。小若，以前是哥糊涂，是哥哥的错，跟我们回家吧。哥以后肯定好好心疼你，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可不稀罕。哈哈，小若啊，别耍小孩子脾气了，我们可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啊！哎呀，这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家人，我和我爸和我干媽才是一家人。这再怎麼說，他們跟你也沒有血緣關係啊，不比我們沈家呢。血緣關係，以前我天真的以為血緣是這個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東西。可你們呢？是你們親手教會我，親人可以自己選擇，而你們根本不配做我的親人。走吧，爸，走吧，媽。小若，安靜！我宣布，青蘭研究院將沈諾除名，且未來永不書用。完了，這下全完了！完了，這下全完了！哎，我們現在去哪？當然是去派出所啊！趕緊把婉寧的戶口落到我這兒來，以後你就是我陳露名正言順的女兒。你想得美！婉寧，聽乾媽的，戶口落我這兒，女兒當然要跟着媽才好了。我給你做好吃的。哎，姓白的，你怎麼回事啊？你這是明擺着要跟我搶女兒啊！落我這兒！什麼叫搶啊？婉寧從小就跟我親，我可是她乾媽，女兒當然要跟着媽媽才好呀，我還能天天陪着她的。就落我這兒了，聽我的啊！落我這兒！哎呀，落我這兒！哎呀，好了，你們都別爭了。要我說啊，咱們三個直接落一個戶口本就得了，這樣誰也不用爭了。走啦！